歡迎來到少主離的魔玩頻道。今天我們來玩魔方新出的這個對決套裝。之前我們玩過這款六面獸的單獨版本，可以看到這一回套裝的內容配件量是有所增加的。原先帶的2把小槍，現在的套裝帶了2把電鍍的槍，還有2把電鍍的大剑。通天小的版本应該是這個套裝裡邊帶的電鍍大槍。如果是單人版的話，估計是這些零件。里邊有张開的替換手型，手腕這一塊是可以旋轉的，一個张嘴的替換臉，然後是大槍和小槍。和之前我們玩過的单人版本六面兽对比一下，套装版我感覺眼睛涂的会更大了一圈，是不是？之前的这個是小眼睛啊，這回紅色的面積會更多一些，而且胸甲的造型有不一樣，中間的這一塊也變成了更豐富的紋理機械內構，側面和後背是差不多的。魔方在做通天小，現在也算是 3.0 了，可以和動畫片裡邊对比一下。还原度做的可以說是越来越高了，身上的每一處細節，包括它的身材比例，還有一些色彩的搭配，你能想象這竟然是一個小比例的玩具。後背來看，背包的這一塊其實就是露着2個白邊，也是它這塊的車頭沒有辦法去繼續隱藏了。之前一直在說變形金剛最難處理的其實是所謂的質量轉換技術啊，身上的一些不合理的結構分布，還有就是在這基礎之上更难的一些顏色的轉換，背後的一些零件收納位置啊，這一塊的背包造型，哇，厚度。如果說真的把這2塊再堵一下，這個背後看起来也是非常完美的。頭雕的還原度也不錯，全尼龙的材質啊，所以這些纖細的天線完全沒有問題，不用擔心。胸口這裡打開中間的藍色和裡邊的2片艙蓋，這裡專門設計了收納領導模塊的艙室，但是畢竟它是2個，沒有領導模塊，裡邊的內構刻畫還是非常豐富的。而且在胸板的位置，這2塊專門做了那種很光面的處理，來模擬出來胸甲上面的車窗位置。頭部360度旋轉，抬頭，這裡邊是一個獨立設計的脖子，可不是開口的球碗。因為變形結構的關係啊，這一塊還可以獨立的低頭，把這個板子翻過來當做一個關節使用。肩膀360度旋轉，側抬的話很可惜只能折到60度左右，這一塊的肩膀造型局限住了。也因為這個變形結構的關係，這一塊有一個轉軸可以作為蝴蝶關節使用。二頭肌360度旋轉，胳膊肘曲臂，這裡邊一段關節就可以折到135度左右了。腰部360度旋轉，魔方祖傳的 Z 字折疊彎腰，幅度很大。前踢胯部在前方這裡做了個軸，所以折動的幅度可以踢得特別高。後踢的話大概10幾度，側抬90度踢平，大腿根部左右旋轉。膝蓋位置這裡是2段關節，所以屈腿可以完全的疊起來。大腳丫整腳的接地，腳底下有一些偷胶的空洞面，其實這個地方是藏變形結構的。根部這裡可以往上抬。下3指連在一起的可动手型，因為造型的限制，腳尖這裡並沒有活動關節，所以擺不出來叶師傅蹲。不過可以雙手抱膝的這樣蹲坐在這裡，這個可动性其實也是非常高了。人形到天線最高處13.5公分左右，可以说這一款的人形效果也是目前在小比例的範圍內最好的通2格了。那麼我們來直接變形，看一下它的效果如何。首先把尖頭的2個导彈摘掉，小槍這裡要折疊收納一下，把炮口90度折起來，握把折下去，大槍握把折平，從側面這裡翻起來，左右的2個扣合位置，胳膊擺直，整個的藍色袖套往下拉，拉到最底下，從小臂內側這裡翻出一個鎖扣，把這裡插合鎖上，接着順着肩膀位置這裡邊有鎖扣的地方 Z 字折疊，把它拉開，然後順着這一片留2個橫槓的地方，直接往出拆，拉起来。這一塊中間有一個鎖扣的位置，插的還是挺緊的。把胳膊180度拉平，藍色的面板左一折右一折，打平放下来。原先插肩炮的這個面板旋轉180度，這邊有一個燕尾的插槽鎖進去。好，胳膊我們就可以甩到前方，不用管它。下一步来解鎖背包，紅色的面板這一層中間有插扣，把這邊扣開。接着灰色的零件這個地方也有一個插扣，順着這裡把縫隙撬開。它是2層的夾板，领口前方這裡
打開左右的2個鎖销，把這裡全部解鎖開，胸口就可以稍微的张出一些了。在側面这裡有2個卡子，主要是为了拖出這個地方。前胸板就可以整個的拉起來。在往出掏的時候，記得把天線往後掰一下，這個樣子才有更大的空間。然後繼續解鎖背包，左右的這2片立起來，從裡邊再打出這一層車頭的框子框出來。保險槓下方和腰後邊這裡有一個插扣，把這裡卸鬆，整個的拉開，順着裡邊掏出來車的前半個窗戶180度翻平，繼續順着這個關節往出翻，掏出裡邊的前車輪90度扣住，紅色的這一節邊緣折疊放進去，藏到車頭裡面，然後這一條翻上來。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車頭側面這裡所有的扣子結合鎖在一起，從腰身裡邊把這一節拔出來。我们開始往下順這一塊的人形頭部，2個天線先折疊往後放入這個凹槽裡面，接着180度往過翻折，腦袋從這裡邊整個的掏出來，天線再順上去，底下左右打開2邊的輪子，小的油箱90度翻折開，煙囱順着車後方這裡90度立起來。剛才背後拆出來的這一塊面板，整個把臉遮住，下方這裡有一個插扣，鎖上，隱藏蓋了起來。這個時候2條再鎖回來，夾住中間的扣子，哎，2個手臂就可以倒騰上來了。插住，掏出它的大槍左右的扣合點，插住根部這裡插小槍的左右扣合點。然後就可以把胳膊全部夾合在一起。來看腿部的變形，這一塊也是和混天豹的那一套有一點像。先把這膝蓋的雙關節往後搓，人形的狀態下是在居中的位置，車形你要搓到後方。接着前腿板這塊白色的零件翻開，順着側面這裡把藍色整個的往開撥，裡邊掏出來這塊面板，延展開裡邊的擋肉零件。這兒還有一片，整個撥開，紅色的零件打開，翻出這一節的夾層。接着在這一塊小腿肚子後面，手指往這兒頂一下，裡邊是有一個燕尾槽的，把它拖開，對折。哎，這個時候腳踝折疊90度放過來，後腳跟位置有一個擋片，稍微往後折疊一下，讓出來這個轉軸的空間，就把小腿肚子的這片板壓合在腳底的這個空槽裡邊，順着側面結合大腿的扣子、裙甲的扣子，還有前方這裡的燕尾鎖扣，把藍色的形狀完全拼出來。紅色的蓋板直接蓋在大腿上。腿部變形最需要注意的還是腳踝的這個關節，你有沒有搓過去啊？畢竟它腿部這一塊是個喇叭褲，如果搓不過去的話，這個扣子首先結合不住，後邊的車輪位置也會磨地的。雙腿變完之後，結合這裡是一個燕尾鎖，上下套合滑進去，鎖在一起。側面的紅色面板就可以通過這一塊的燕尾鎖再結合下來，擋住。原先變成腳丫子是收上去的，翻轉一圈就把輪子的邊緣錄下來，可以推車了。後裙甲根部有滑槽，把它拉起來，再旋轉180度。大腿後方這裡有2個豎的插槽，把這裡再進行一次鎖定。現在車型基本上就變得差不多了，我們可以把小車從這裡開到第2層，然後把胳膊的2個邊緣扣子插在腿甲的外側，艙門蓋起來。2發導彈可以按自己的需求插在側面，或是像老玩具那樣插在前端。我感覺插在前方會好一些啊，因為這些轉軸的位置它是噴的塗裝上去，它保證了一面的這個藍色，所以會把裡邊的白色露出來。插上去以後會稍微的遮蓋一些，導彈頭也可以發射出去。從側面來看，如果你變形到位的話，車頭不會出現翹起來的現象，而且你在推車的時候，10個輪子其實都是有在滾動的，
台面很滑啊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出来。变完之后，带车厢整体的长度在18公分左右，车头这里左右旋转的范围还是不错的。虽然整个的车头可以理解为就是叠紙片子把它框起来的，但是它把所有的转轴全部隐藏在了面板的内侧。从侧面这里看的这些缝隙对都是非常准，很齐，也就不会暴露出太多。干干净净，很整洁。车窗位置是涂装上去的磨砂金属漆面效果，并没有使用透明的零件，也是因为这个面板太薄了，嵌进去会不太的稳定。前方雨刮器、大灯、进气格栅这些都是用涂装做出来的银漆效果。那么总的来说吧，魔方 3.0 的通天晓整体把玩下來，如果玩過叉摄大比例通天晓的朋友們，可能能感覺得到這一次的 3.0 小比例，在一些零件隱藏的部位，還有整個背包最後的處理的效果，它們的布局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折疊的方式以及最後隱藏的零件部署都是完全不同的。在更簡潔的變形操作步驟之下，又能做出來非常好的人形和載具形態的還原度，再加上全尼龍的用料材質，你把玩起來也會更加的安心。套裝內容把這兩個生死勁敵放在一起，又增加了更多的電鍍閃亮的武器配件。之前的六面獸我們玩過之後評價為，就算放到大比例也完全不輸於 MP 級別的一些第三方產品。而這一次玩到了這一款 3.0 的通天曉之後，又讓這一次的套裝含金量再次的上升。所以這一次魔方六面獸和通天曉的對決套裝，不敢說它是最好的小比例產品，也是目前市面上各方面素質最均衡的產品了。那麼大家覺得這一次的魔方對決套做得如何呢？歡迎在評論和彈幕留下你的觀點。這一期咱們就玩到這兒吧。